嗨，你好，欢迎来到这里。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叫《一如既往》，作者摩根豪泽尔。他不跟你预测明年股市会涨多少，他想告诉你的是，世界变化越快，我们越要抓住那些永远不变的人性。那些变来变去的东西，咱们根本抓不住，但那些不变的，才是我们立足的底气。想想巴菲特老爷子讲过的一个小故事。2009年全球经济一团糟，有人问他经济啥时候能恢复，还没讲那些高大上的理论，反而问1962年最畅销的糖果是啥，答案是士力架。他又问，那现在呢？还是士力架？科技会更新，政策会调整，风口会消失，但有些东西，而这些不变的，恰恰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定海神针。亚马逊的贝索斯也有类似的话，他说大家都老是问未来10年什么会变，却很少有人问什么不会变。他笃定客户永远想要便宜又快的物流，所以就死磕这2点。你看，这就是抓住了不变的力量。放到我们自己身上，你不用去猜明年每个岗位最吃香，一个靠谱能解决问题的人永远有价值。你不用纠结下一个风口在哪，但能确定贪婪、恐惧、爱攀比，这些骨子里的人性永远不会变。不过在抓这些不变之前，我们得先认清这个世界的底色，它既随机又脆弱。什么意思呢？根本不是你努力就能完全掌控的，一个小小的偶然就能改写结局，再周全的计划也可能扛不住一个没预料到的意外。劝说着随机性，作者摩根豪泽尔自己就经历过。他少年时是滑雪队的，2001年他和2个朋友去禁区滑雪，第一次遇到小雪崩，他们都没事，他却莫名其妙的不想动，就开车去了山底接应。结果呢，被2个朋友再也没回来。一场更大的雪崩把他们埋在了2米深的雪下。他后来想了无数次，为什么自己那天偏偏就不想去？没有理由，就是那么偶然，让他躲过了一劫。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军本来能在伊斯特河那里把华盛顿的军队全歼了，结果就因为风向不对，船开不动，这才有了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有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为了省点钱，关了第4的锅炉，糖气多了1天，结果刚好撞进德国潜艇的战区，它成了美国参加一战的导火索。这些事，哪个你能预测？一个小小的选择，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你当年选的专业，进的公司，认识的人，很多时候不是各种随机因素凑成的。有人觉得自己成功全是靠规划，却忘了当初能进那家公司，可能只是因为那天HR心情好，多翻了一页简历。有人抱怨自己运气差，却没意识到行业突然下滑，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政策调整，但你努不努力根本没关系。世界的随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挺稳固的，其实不堪一击。你以为你考虑周全的风险，从来不是真正的风险。美国内 NASA 够严谨的，送宇航员上太空前，他们会用热气球做测试。1961年，宇航员普拉瑟完成测试后降落到海面，准备攀上直升机救生索时，按计划宇航服是防水的，本该浮起来，可他之前为了透气打开了面罩，海水瞬间涌入，直接溺水身亡。成千上万专家推敲的计划，败给了一个没人预料到的小细节。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还断言股价会长期高位。结果呢，大萧条持续了10年。后来有人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当年有没有人预料到这场灾难？希勒说，一个人都没有。大家知道股价被高估，但没人想到会是持续10年的萧条。我们总以为能掌控风险，
却不知道自己的认知有多有限。那些没预料到的黑天鹅才是最致命的，咱们中国人对此肯定有共鸣。前几年教培行业风生水起，大家都觉得是刚需，永远稳，结果政策一来，全行业震荡。有人觉得进了大厂就是铁饭碗，却没料到行业收缩，裁员来得那么突然。这些都不是我们能预测的，但偏偏就发生了，这就是世界的脆弱性。再看似靠谱的确定性，都可能被一个意外击碎。认清世界的随机和脆弱，而是要换的思路。既然预测不了具体事件，就别浪费精力去赌下一道偶然会利好自己，就该把精力放在应对意外，而不是拼命去规避意外。就像加州预防地震，他们不猜什么时候震，只做好建筑抗震，备好救援队，而要做好应对。核心就是回到我们开头说的渣不变。因为随机和脆弱针对的是具体事件，但人性和规律从来没变。你无法预测明年会不会失业，但你能确定恐慌时人会跟风抛售，乐观时人会盲目加杠杆。你无法预料行业会不会衰退，但你能肯定降低预期能减少焦虑，有足容错空间能扛过危机。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深入聊聊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规律，能让咱们在这个随机又脆弱的世界里找到真正的确定性。人性这东西，贪婪贪比，爱走捷径，迷信确定性，喜欢神话那些天才。这些刻在骨子里的特质既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看透这几条永恒规律，你在理财、职场、人际交往里能少走绝大多数弯路。第一，幸福的关键是控制预期。第二，成功的真相是接纳不完美。第三，世界的本质是概率游戏。幸福的密码，降低预期比拼命赚钱更管用。查理芒格98岁时，有人问他生活幸福的秘诀，他就一句话：降低预期。他说，注定一生痛苦。这句话戳破了很多人不幸福的根源，不是你拥有的太少。咱们中国人对这一点肯定深有体会。父辈那代人工资不高，但邻里之间差距小，日子过得踏实。现在我们的收入比父辈翻了好几倍，能忧伤洛克菲勒都没见过的布洛芬、庞善双。为什么？因为社交媒体把别人的高光时刻放大了，你的预期被无限拉高。你月入2万，看到同学年入50万就焦虑；你住100平的房子，刷到别人住大平层就失落。这就是攀比在作祟。书里有的特别扎心的例子，硅谷有个富翁，身家1000万美元，躺在全美国不是最富有的1%，但他却说，在这里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每周还要工作60-70小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有钱。你看，财富没有客观标准，全是相对的，永远和身边人比，你永远不会满足。还有个朋友，他在非洲长大，小时候连热饭都吃不上，每次吃到热饭菜都觉得特别幸福。对他来说，习以为常的生活却是别人眼中的奢侈品。幸福就是实际拥有除以心理预期，除号两边同等重要。你拼命赚钱，就像往一个漏水的桶里加水，永远也满不了。对我们来说，教走弯路的关键就是别跟别人比，跟自己的预期比。你不用追求比同事赚得多，比邻居过得好，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拥有的能满足真实需求，幸福感自然就来了。这不是让你躺平，是让你认清人性的本质。攀比是本能，但掌控预期是本事。大而成功的真相，天才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我们总爱神化成功人士，觉得他们无所不能，完美无缺。但这本书告诉我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根本没法拆分。书里的约翰·伯伊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写的空战手册至今还在引用。
改变了整个空战战术。但这人同时也是个疯子，粗鲁叛逆，开会时人会啃下自己的老茧，隔着桌子吐到别人脸上，对上级大吼大叫，他曾因为取暖差点烧了飞机库，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空军离不开他的才华，却又忍受不了他的为人。埃隆·马斯克也是如此，他能凭着执念把火箭送上天，把电动车做到全球顶尖，靠的就是那种无视常规，坚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偏执。但这份偏执也让他在社交平台口无遮拦，引发无数争议，甚至影响公司股价。还有史蒂夫·乔布斯，他的极致追求砸碎了苹果的传奇。可这份极致也让他成为独裁老板，对员工极不苛刻。这就是人性的规律，一个人的特质是统一的，没有纯粹的优点。你羡慕别人的成功，就得接受他成功背后的副作用。咱们很多人总爱学成功人士的方法论，却忘了问自己，我能接受他的偏执，他的风险偏好吗？硅谷投资人纳瓦尔说过一句还实在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和一个人进行100%的交换，拥有他全部的行为方式、欲望和烦恼，那就没必要嫉妒他。所以别再盲目效仿所谓的成功模板了，你要找的是适合自己的优势，而不是把别人的完整人设照单全收。接受不完美。3. 概率思维，放弃确定性执念，接受大概率赢。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理解概率，总想着100%确定，却忘了世界本质就是个概率游戏。这种确定性执念让很多人栽了大跟头。先给大家讲的真实案例。1986年美国有个女士买彩票中了390万美元，4个月后又中了140万美元，这种概率只有17万1/1，但数学家一算就戳破了，美国每周有1亿人买彩票，某个人连续中奖的概率其实是1/30，根本不是什么奇迹，只是样本量够大，再离谱的事也有可能发生。有人看到别人炒股翻倍，就觉得自己也能复制，结果重仓踩雷。有人看到网红靠一条视频爆红，就辞职全职做自媒体，结果颗粒无收。他们忘了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却把它当成了必然结果。而真正靠谱的逻辑是，历史上每5到7年股市就会崩盘一次，市场中持续有价值的人不会失业，长期持有优质资产能赚钱，这也是大概率事件。我们总以为能掌控风险，却低估了小概率事件的破坏力，也忽视了大概率事件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少走弯路的核心就是培养概率思维。理财别追求必赚，别把所有钱压在一个风口上。职场别赌一次机会就翻盘，要赌持续提升技能。生活中别执着于事事完美，要接受偶尔犯错是大概率，不出错才是小概率。渗透这些人性规律，你就会发现，很多弯路不是命运安排的，而是人性的弱点推着你走的，就不会在攀比中内耗，接纳不完美，就不会在效仿中迷失，拥抱概率，就不会在确定性执念中翻车。而看清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在现实世界里更精准地做事、沟通、避险。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现实世界的行动法则。现实世界从来不是按理性公式运转的，它被人性、情绪和那些看不见的规则支配着。很多人做事纠结逻辑对不对，沟通执着道理服不服，最后却处处碰壁。其实真正管用的行动法则就3条，做事抓隐形力量，避险防稳定陷阱。这3点既藏着书里的核心智慧，也特别适配咱们中国人的现实场景。一、沟通。好故事是穿透力最强的杠杆，再硬核的数据，再正确的道理，都不如一个能戳中人心的好故事。人类天生对冰冷的逻辑免疫，却对有温度的叙事毫无抵抗力。
这一点古今中外从未辩驳。书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他本来有完整的演讲稿，照着念了几分钟，毫无波澜。直到福音歌手喊告诉大家你的梦想，他才抛开稿子即兴发挥。那些人生而平等，台词不以肤色被评判的句子没有一个数据，却打动了25万人，推动了历史变革。反观由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学者批评他没有原创知识，但他之所以卖了8800万册，核心就是赫拉利把零散的历史常识编成了人类从动物到上帝的连贯故事，让普通人都能看进去。这一点咱们中国读者感触肯定深。职场上，你跟老板汇报工作 20%， 成本下降 15%， 不如说上次那个客户的难题，我们用某某方法解决后，他当场签了长期合同，还推荐了2个新客户。营销产品讲成分安全，功效显著。不如说我妈用了3个月，现在逢人就推荐。多数人不喜欢听说教式沟通，却愿意相信身边人的故事，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把抽象的价值具象化。这就是沟通的底层逻辑。马克吐温说，鸠莫是不用夸夸其谈就能展现才华。其实好故事也是如此，它不用你堆砌专业术语，不用你硬凹逻辑框架，就能让你的观点被记住，被认同。毕竟没人会为一个故事买单，但人人都为一个打动自己的故事驻足。而做事不可量化的力量才是核心竞争力。很多人做事总爱盯着那些能算出来的指标 KPI 销售额、利润率，却忽略了那些测不准的隐形力量，比如信任、感受、口碑。但现实是，恰恰是这些不可量化的东西。梳理越南战争的例子特别典型。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痴迷数据，每天盯着死亡比例是沾沾自喜，却被人点破，你漏掉了越南人的感受。你们杀我们10个，我们杀你们1个，但先被拖垮的是你们。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数据能算出来的，而是人心向被决定的。放到咱们的现实场景里，这一点更明显。职场上同样能力的2个人，一个靠谱让人放心，一个只盯着 KPI 却经常掉链子。领导肯定更愿意把重要项目交给前者。靠谱就是不可量化的信任，比任何数据都管用。创业做生意，其实拼的是客户的放心。这家店不会坑我，这个老板说话算数。这种隐形的口碑比打折促销更能留住客户。再看商业史上的雷曼兄弟，扩产前一级资本比率11%， 7%， 数据比高项还好看，可短短72小时就崩塌了。唯一变的是投资者的信任没了。游戏驿站本来濒临破产，却因为红顶网友的狂热追捧起死回生。核心乃是情绪共鸣这种不可量化的力量。所以做事别只盯着能算的，更要经营那些算不清的。职场上的口碑，合作中的信任，客户的感受，这些才是别人拿不走的核心竞争力。3. 避险，警惕稳定陷阱，留足容错空间。很多人以为稳定就是安全，却忘了梳理海曼明斯基的核心观点。稳定本身就是不稳定的，风险反而在悄悄累积，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这个规律在咱们身边随处可见。过去大家觉得房价只涨不跌，开发商拼命拿币，结果市场调整时，那些杠杆过高的人扩张过快的企业不陷入了困境。梳理加州的例子也很有启发。连续6年干旱后，2017年下了近20米厚的雪，大家以为是好事，疯长的植被枯死变成干柴，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大火。考试过头就成了坏事，这就是物极必反的规律。真正的避险不是规避所有风险，而是接受风险必然存在。
就像个人理财，别把所有钱投在一个地方，有6到12个月生活费当应急资金。职场上别只依赖一份工作的技能，多学一门本事，就算行业变动也能从容应对。记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稳定，只有能扛住意外的韧性。那些看似低效的准备，比如手里的现金、额外的技能、宽松的预算，在风平浪静时可能看起来没用，可一旦风险来临，就是你活下去的底气。理解了这3条行动法则，现实世界的成功从来不是逻辑最对的人赢，而是懂沟通、抓隐形力量、抗风险能力强的人赢。而这些能力恰恰是长期主义的基础。只有把沟通做透，把隐形资产攒足，把风险底线守住，你才能在逆境中抓住机会，在漫长的时间里沉淀出真正的价值。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逆境价值与长期主义的核心前提。咱们前面聊了现实世界的行动法则，会讲故事，抓隐形力量，防稳定陷阱，这些是应对日常问题的招式。但如果想穿越行业周期经济波动，真正走得远，光有招式可不够，它得有内功。那就是不懂逆境的价值。现行逻辑很简单，顺境中赚的是运气钱，逆境中练的是真本事。而长期主义就是让这些真本事通过时间复利，最终跑赢大多数人。逆境从不是灾难，是创新的催化剂。很多人把逆境当成绊脚石，但历史反复证明，最重大的变革、最关键的创新，从来不是在顺境中诞生的。压力、危机、绝境才会逼出人的潜能。书里有个震撼的案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1/4的人口失业，股市暴跌 89%， 看起来是美国最黑暗的时期。但很少有人知道，那10年也是美国生产力最高、科技进步最快的10年。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产出在工作时长没增降的情况下，比1929年增长了 40%。 罗斯福新政推动公路建设，短短1年就修了26000公里公路，匹兹堡到哈里斯堡的出行时间缩短 70%。农村电气化比例从不到 10% 涨到近 50%， 洗衣机、冰箱走进普通家庭，解放了劳动力。一家超市应运而生，自助洗衣店解决了普通人的刚需。这些进步都是大萧条倒逼出来的。企业不创新就倒闭，政府不改革就失衡，人们不找新出路就活不下去。还有三角女士衬衫厂的火灾惨剧，146名女工因为厂房大门被锁，在火灾中丧生。这场悲剧刺痛了所有人，也直接推动了劳工权益运动。后来罗斯福新政里的劳工保护政策源头就在这里。逆境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会带来损失，但它的价值在于会让原本被忽视的问题暴露出来，让原本不可能的变革成为共识。放到咱们身边的场景里，这一点同样适用。疫情期间，线下门店活不下去，倒逼出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的爆发。很多传统商家因此学会了线上运营，抗风险能力翻倍。顺境中大家都在跟风赚快钱，没人愿意沉下心搞创新。只有逆境来了，才会逼着你跳出舒适区，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出路。纳西姆·塔勒布说过一句，被挫折的应激反应释放出的超常能量，成就了创新。这句话戳透了本质，逆境不是来打垮你的，是来让你进化的。而长期主义不是熬时间，是抗风险加抓复利。提到长期主义，很多人觉得就是不动如山，守着一份工作干一辈子。但书里告诉我们，真正的长期主义是在不确定中找确定，在长期中抗波动。核心是2点，留足容错空间，抓住复利效应。首先，
长期主义的前提是活下来。书里说，美曼兄弟破产前一级资本比率 11.7%， 数据好看，但恰恰是因为没有留足容错空间，一旦投资者信心崩塌，72小时就倒闭了。反过来，巴菲特之所以能穿越多次金融危机，核心就是永远保留足够现金，在别人恐慌时才有能力抄底，这才是长期主义的真谛。先活下来，再谈长远。其次，长期主义的核心，进化的魔力不是某一次大变革，它是38亿年里微小变化的叠加。投资的魔力不是某一年翻倍，而是每年 15% 的收益率，坚持50年的复利效应。个人成长的魔力不是某一次顿悟，而是每天进步一点点，长期积累的质变。著名投资人霍华德·马克思提到，一位同行年度业绩从未名列前茅，但14年下来排名前 4%。 他赢的不是某一年的爆发力，而是长期的稳定性。咱们身边很多人很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快速赚大钱，快速成功。但书里的规律告诉我们，值得追求的东西都需要时间沉淀。星巴克疯狂扩张时，每年开2500家门店，结果品牌体验下滑，股价暴跌 73%。 而那些慢慢打磨产品、稳步拓展的企业，反而能穿越周期。职场也是如此，频繁跳槽追风口，让技能在长期中产生复利。你今天积累的经验、口碑都会成为明天的隐形资产。3. 小与大的辩证，微小积累与风险防控。长期主义和逆境价值它藏着一个小与大的辩证关系。伟大的成就不是微小变化的长期叠加。书里讲苏联的沙皇炸弹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1500倍，但正因为威力太大，反而那些小型核武器降低了使用门槛，成了大型核战争的导火索。这告诉我们，小风险不可忽视。职场上的一次敷衍，理财中的一次加杠杆，看似不起眼，长期积累下来就可能酿成大危机。反过来，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积累一个客户，多打磨一次技能，看似微小，长期下来就会形成别人无法超越的优势。2008年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倒闭石油公司革新钻探技术，美国石油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新冠疫情让疫苗研发速度提升了数倍。这些案例都说明逆境中的微小创新，长期下来会引发行业巨变。而长期主义者就是那些能在逆境中坚持做小而正确的事，并等到复利爆发的人。你就会明白，穿越周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在逆境中练本事，在长期中稳积累。顺境时别沉迷于短期收益，要留足容错空间。逆境时别慌着放弃，要抓住机会打磨核心能力。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除了行动方法，更需要心态的平衡。既要相信未来会好，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心态平衡的智慧。如何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找到一个支点，让自己既能扛住逆境的压力，又能坚持长期主义的方向。前面我们聊了逆境的价值和长期主义的核心，要做到这两点，该类有匹配的心态，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过度悲观，既不能苛求完美。真正的智慧是在这两组矛盾中找到支点，这也是穿越周期、稳住人生的关键。一、乐观与悲观，既要敢做梦，也要会 Plan B。 很多人觉得乐观和悲观是二选一，但这本书告诉我们，顶级的心态是乐观的梦想，悲观的计划，也就是书里说的斯托克戴尔悖论。越南战争时，美军上将斯托克戴尔被俘虏后遭受严刑拷打，却始终相信自己能活着回家。但他说，战俘营里最痛苦的是那些纯粹的乐观派，他们总告诉自己圣诞节就能回家，可节日一过，
希望破灭，精神很快就崩溃了。斯托克戴尔的平衡之道是坚信自己最终会获救，但接受短期内不可能的残酷现实，每天专注于活下来的具体事情。这对我们太有启发了。我们很多人总爱走极端，有人创业只敢画大饼，不预留现金流，遇到行业波动就垮台；有人职场上怕犯错，连逃失新机会的勇气都没有，错失成长可能。真正的理性乐观主义者是像比尔盖茨那样，既坚信科技能改变世界，又坚持在银行留够12个月的现金。理财也是如此，悲观的储蓄，留足6到12个月应急资金；乐观的投资，职场上悲观的计划，提前预判项目可能出的问题；乐观的执行，相信自己能解决困难。这种矛盾的心态太次拧巴，实则是应对不确定世界的最优解，既不会因盲目乐观再大坑，也不会因过度悲观错失机会。2. 完美陷阱，小缺陷才是大优势。我们总觉得越完美越好，但自然界和历史早就证明，小缺陷反而能让人更稳健。生物进化从来不会让物种变得全能。狮子体型大，却繁殖慢，易受猎人攻击；大树长得高，却更容易被大风刮倒。书里说，进化的智慧是限制最大潜能，因为赋予一项完美技能，必然会牺牲另一项关键能力。放到我们的生活里，这个规律同样适用。职场上有人追求零失误，加班到深夜抠细节，结果忽略了核心目标，反而效率更低。企业追求极致效率，搞即时生产零库存。新冠疫情一来，供应链断裂，只能停工，这些都是陷入了完美陷阱。真正的聪明是接受有益的低效，个人留点闲暇时间散步发呆，反而能激发创造力。企业留点现金储备，看似闲置，却是熊市里的救命钱。理财不追求精准踩点，接受近似的正确，反而能避开因追求完美而犯的致命错误。很多人总被内卷裹挟，但其实走够好就够了。育儿不必追求全能娃，职场不必追求零差错，理财不必追求最高收益。有点容错空间，接受小缺陷，反而能走得更远更稳。3. 妥协不是认输，是理性取舍。很多人把妥协当成怂了，却明白凡事都有代价，主动放弃次要的，守住核心的。巴菲特的投资哲学里，从来没有忘了某一个行业，而是分散投资。他妥协了短期赚钱的机会，换来了长期稳健。查理芒格说自己1半时间都在阅读，他妥协了短期赚钱的机会，换来了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这些不是认输，而是清醒的取舍。对我们来说，妥协可以是职场上不纠结谁对谁错，而是聚焦把事做好吧。生活中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分清主次，比如放弃完美家务。理财上不执着抓住美的风口，而是坚守能力圈，错过不适合自己的机会。妥协的本质是接受世界的不完美，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不用成为全能的人，不用做到事事优秀，也要守住核心的不变的东西，比如靠谱的口碑、扎实的技能、稳健的财务状况，就足够在变化的世界里立足。乐观与悲观共存，完美与缺陷共生，坚持与妥协并行，你才能在逆境中不崩溃，在顺境中不狂妄，在长期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而这种心态恰恰能帮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和他人，不神化别人的成功，不苛责自己的不足。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人际与自我认知的底层逻辑的核心前提。人际和自我认知的核心从不是看透人心，你看到的自己往往是滤镜后的版本，你看到的他人永远是冰山一角。不懂他人的动机，才能在复杂的人际中不内耗，
在自我认知中不迷失。这也是我们应对未来变化的核心底气。一、自我认知，别把别人的滤镜当成自己的标尺。我们总在通过别人的生活定义自己的价值，却忘了每个人展示给世界的都是精心挑选的高光切片。书里硅谷那位身价千万美元的富翁，放在全美都是顶尖富豪，却觉得自己只是无名小卒，每周工作60-70小时，仍觉得不够富有。这不是他贪心，但是被身边人的生活水准拉高了预期。放到咱们生活里，这场景太熟悉了。朋友圈里别人的旅行美照，职场上同事的晋升捷报，短视频里博主的光鲜日常，都在悄悄放大你的焦虑。你月入2万觉得普通，因为刷到有人年入100万，你住100平的房子觉得局促，因为看到别人住大平层，却忘了那些完美生活背后可能是房贷压力、职场委屈、家庭矛盾，只是没人会把这些拍进视频。更扎心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还容易被社会标签绑架。你觉得30岁必须结婚，职场要做到管理层才叫优秀，这些外界的标准像紧箍咒，让你忽略了自己的真实需求。书里在非洲长大的朋友至今对一顿热饭充满幸福感，因为他经历过食不果腹的日子。这告诉我们，是剥离外界的预期过载，回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拥有的是否满足需求？你做的事情是否让你踏实？这比你比别人强多少重要得多。读懂他人，动机藏在经历里，行为源于处境。很多人抱怨看不懂别人，其实是没搞懂一个核心逻辑。他人的行为从来不是针对你，而是源于他的经历、他的动机、他的处境，共同塑造了他的选择。书里讲过一个次级代经纪人的故事，他原本是披萨外卖员，转行后每天收入超过之前1个月。他明知次级代是定时炸弹，却依然坚持做下去。这不是他贪婪，而是巨额回报让他无法放弃养家糊口的机会。你可能觉得同事抢功不值，却没意识到他的抢功可能是因为绩效考核压力，他的不值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尝试受过挫折。还有个更深刻的例子，外战后欧洲人对福利制度的狂热追捧点超美国，原因很简单，他们经历过战争的毁灭性，知道再有钱再谨慎也可能被灾难击垮，所以极度渴望安全感。这就像我们父母那代人总爱储蓄，不是他们抠门，而是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安全感早已刻进骨子里。从不是评判他对不对，而是问自己，他经历过什么？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往往藏着你不知道的处境。那些看似固执的观点背后，往往是亲身经历的烙印。就像书里说的，没有天生的坏人，只有被动机和精力驱动的普通人。3、人际相处，放下对错之争，拥抱差异逻辑。人际矛盾的根源90%都是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你觉得工作就该拼命，就无法理解同事按时下班。你觉得生活该精致，就看不惯朋友随心朴素。你觉得理财该冒险，就鄙视别人只存银行，却忘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风险、财富、生活的理解自然不同。书里提到富兰克林，摩斯副总统，下肢瘫痪，连喝杯橙汁不可能被拿来牛奶，但他学会说没关系，这不是妥协，而是接纳人际的本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职场中有人追求晋升，有人追求稳定，生活中有人重视物质，有人偏好激进，有人偏好稳健。这些都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真正成熟的人际相处是求同存异，不强迫别人认同你的标准，也不因为别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你可以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不必嘲笑别人的活法。
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不必说服别人认同。就像书里说的，但马克·吐温的书像水，每个人都离不开水，特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活法有不同的意义，认知的底色，亲身经历才是硬通货。它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真相，你可以从书本上知道挫折能让人成长，但只有自己摔过跟头。你可以听别人说创业很艰难，但只有自己做过项目才懂其中的委屈和压力。你可以理解父母的辛苦，但只有自己为人父母才懂那份责任的重量。书里二战士兵的故事很有启发，战前训练教会他们开枪射击，却教不会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求生。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风险与恐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道理我们都经是做不到，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自我认知的升级离不开躬身入局，读懂他人的通透，离不开换位思考，也别轻易否定别人的感受。你没走过他的路，就不懂他的选择。看懂自己是接纳不完美的真实，读懂他人是理解差异的合理。当你不再被滤镜迷惑，不再被标准绑架，就能在人际中保持从容，在自我中保持清醒。而这份清醒正是我们应对未来趋势，实现持续进化的核心。毕竟只有认清自己和他人的底层逻辑，才能在变化中不盲目跟风，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节奏。我们聊透了人际与自我认知，看懂自己的滤镜，理解他人的差异，这份清醒恰恰是应对未来的基础。而未来最确定的趋势是什么？不是某个风口，某项技术，长期主义越来越重要。因为人心里贪快、贪醒、贪多的弱点永远不变，所以知觉间化才是穿越变化的唯一通行证。以捷径的本质，用短期侥幸换长期灾难。书里当纳聚会的布什坦诚警钟。1846年87个人想走捷径，缩短去加州的路程，结果绕了远路，延误了时间，遇上暴雪被困。这个悲剧的根源就是把省几天路的小侥幸当成了改变命运的大机会。这样的捷径陷阱无处不在。职场上有人迷信速成技巧，学了几个 PPT 模板就觉得自己能替代硬实力。比赛里有人追捧快速翻倍的偏执，觉得能跳过积累直接暴富，最后血本无归。创业中有人跟风口不练内功，只追流量，风口一过就迅速崩盘。杰瑞宋飞说过，如果你的效率很高，你的方式肯定有问题。这句话戳透了真相，值得追求的东西。看似省时间，实则在透支未来。省了技能积累的时间，久了风险评估的步骤，就会在意外来临时扛不住。省了客户信任的沉淀，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人性永远偏爱走捷径，只有那些能抵御这份诱惑的人才能走得远。而持续进化不是熬时间，是在时间里做对的事。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一次爆发，而是持续迭代。进化的魔力不是某一次大变革，而是38亿年里微小变化的叠加。对个人和企业来说，持续进化就是把小而正确的事重复做，坚持做。看看那些真正的强者，巴菲特一半时间都在阅读，几十年坚持价值投资，没有一次精准踩点，却靠互利成为传奇。星巴克后来重新崛起，而是回归咖啡体验的核心，慢慢打磨产品和服务。职场像那些越老越吃香的人，不是靠资历，而是持续更新技能，跟着行业一起成长，持续进化，而是在时间里积累复利。你今天学的一个技能，积累的一个客户，看似不起眼，但叠加3年5年，就会形成别人无法超越的优势。就像书里霍华德·马克思提到的那位投资人，年度业绩从未名列前茅，但14年下来稳居前 4%。 他赢的不是某一年的爆发力，
而是长期的稳定性。3. 竞争的真相，不奔跑就会倒退，未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优势。书里讲红皇后假说得好，你必须不停奔跑才能停在原地。希尔斯曾是零售巨头，却因为停止迭代被沃尔玛、亚马逊超越。诺基亚曾占据手机市场半壁江山，却不守旧技术，最终被智能手机淘汰。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成功，只有持续的适应。成功后就想歇一歇，但未来的趋势是技术在更新，需求在变化，对手在进步。你一停就会被甩在后面。对我们来说，持续进化不是被迫奔逃，而是主动选择。只想象定期更新知识体系，别让经验变成过时的包袱。理财中持续学习投资逻辑，别让认知停留在听消息层面。生活里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别让思维固化。记住，竞争的本质不是打败别人，而是不被自己淘汰。你今天的优势，明天可能就失效。只有持续进化，才能跟上未来的节奏。拒绝捷径，拥抱长期。本质上就是抓住了人性不变和复利有效这两个核心法则。未来的世界还会变，但走捷径必翻车，慢积累必增值的规律永远不会变。当你能懂于捷径的诱惑，坚持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进化，就已经赢了大多数被人性弱点牵着走的人。而这一切的落脚点，终究是回到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则上。降低预期，接受风险，长期主义，拒绝捷径。到这里，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就讲透了。世界越是疯狂变化，我们越要死死抓住那些不变的底层法则，这才是应对内卷焦虑、不确定性的终极底气。什么是不变的？人心没变，贪婪、恐惧、贪比、急功近利的弱点从未改变，规律没变。长期主义胜过快钱投机，风险准备强过精准预测。就像巴菲特盯着士力架永远畅销，贝索斯死磕低价和宽物流。真正的赢家从不是猜中下一个风口的人，而是把不变法则否到极致的人。这道理更实用。你不用纠结明年哪个行业吃香，只要练好在任何时代都值钱的硬技能加套谱口碑，不用焦虑房价涨跌、股市波动，只要记住悲观储蓄，乐观投自己的平衡，不用被社交媒体的攀比裹挟，只要管好自己的预期，折寿足够好，而非必须最好。变化是表象，不变是本质。那些穿越周期的人，不是比别人更会预测未来，而是比别人更懂坚守常识。多伯把追逐变化的精力一半放在践行这些不变的法则上，你的焦虑会不会少一半？答案其实早就藏在那些被历史反复验证的真理里。抓住不变，就不用怕万变。好啦，这本书就聊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启发。恭喜你又看完了一本书。